和表哥一起创业开饭店的第3年，饭店靠着我的厨艺越来越红火。如今我们的新店即将开张，表哥答应给我100万分红，却没想到新店开业那天，表哥用1万块买断了我3年的功劳，还抢走了我的女朋友。哎呦，王老板真是大气啊！1万块说给就给。为什么只有1万？你一个厨子懂什么？臭炒菜的，这家饭店姓王不姓沈。依依，你是我女朋友。沈冲，你就是一个没本事的破厨子。依依早就跟我好了。这就是我拼命赚钱想要娶的女人，这就是我拼命打拼的酒店。这些年的感情，换来的却是无情的背叛。周总，合伙开酒店的条件我同意了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王氏酒楼没了我，迟早完蛋。这两兄弟吵起来了，看样子沈家小子是对分钱不满意。哎呀，小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跟王阳好歹也是兄弟一场，别因为这点小事儿伤了感情嘛。兄弟，舅妈，亲兄弟都还要明算账，更何况你儿子跟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你这小娃子怎么说话呢？我儿子刚才不都已经告诉你了吗？饭店才刚重新装修，账上没那么多钱。没钱？舅妈，你这话忽悠其他人还行，可偏偏骗不到我。各位，王氏酒楼每天店里出多少份餐，订购多少菜品，我比在场任何人都要清楚。这些年的利润少说有400、500万，你们却拿1万块来打发我。舅妈，你脖子上的那条金项链怕都不止1万吧？姓沈的，这钱我想给多少就给多少。你一个废物，当年要不是我把你带到县城当厨子，你现在还在农村种地呢。不，你错了，正因为你，我才被耽误了3年。王翠兰，我儿子在这家饭店辛辛苦苦工作了3年，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我儿子？我儿子给钱了，他自己嫌少不要，怪谁？你家沈崇就是个厨子，托我儿子的福才有口饭吃。大姨，钱呢就只有这么多，你们要是嫌少，那我可就收回去喽。妈，别捡！咱们沈家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子不干了！要不是我们看你这克死老公的臭寡妇可怜，谁会请你儿子？你们怎么羞辱我都可以，但绝不能侮辱我妈。儿子，要不咱给你表哥道个歉，留在这儿继续干吧。姑母，你儿子当着这么多人面不给我面子，这让我很难办啊。想留下来，除非给我跪下道歉。儿子，这难办是吧？难就都别办了。姓沈的，你他妈的存心找茬是吧？王阳，这些年要是没有我，你的饭店做得起来吗？表弟，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了，事情闹成现在这样，对我们两家都不好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不就是嫌钱少了？我私人再给你加1万。加钱可以，但你必须当着亲戚伙的面把这杯酒喝了，给我和我妈跪下道个歉。2万块钱就想买断我3年的心血和尊严，还想让我当众下跪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沈冲，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啊！小沈啊，你要不就道个歉吧2万块钱也不少，至少比你在老家种地强多了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该不会真觉得我这3年在县城就只学会了炒菜吧？我在意的从来都不是钱，而是一个交代。3年前你开饭店缺大厨，是我放弃去5星级酒店当主厨的机会来帮你，最后换来的却是你王阳卸磨杀驴。姓沈的，你一个破厨子到底有完没完？王阳都给你台阶下了，你怎么还蹬鼻子上脸？沈冲，你尽管去外面闯，不管你挣没挣到钱，我会嫁给你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怎么，你一个臭炒菜的，还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回答我，你跟王阳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你刚去县城的第2天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第2天，我前脚刚走，你就上了别人的床，为什么？你就是一个破厨子，我不跟着王阳这个大老板，难道还跟你吗？看见了吗？我和王阳的婚礼就定在下个月，地点就是这家酒楼。很遗憾的告诉你，你的婚礼恐怕办不成了。
这沈家娃子怕不是酒喝多了吧？他拿什么跟人家王阳争啊？真是个输不起的废物！姓沈的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这是谁的地盘！马上给我滚出去，别脏了我的开业典礼！我当然知道这家饭店是你的，可是王老板，你要赶我走，是不是先得把合同还给我？终身合同，跳槽要赔偿100万违约金。表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表弟啊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签了这合同，以后你一辈子跟着哥吃香的喝辣的。当初念及亲戚情分，我毫无防备的签下那份终身的卖身契，换来的却是今天的羞辱。今天必须做个了断。这沈家娃子怕不是酒喝多了吧？在这发什么酒疯呢？你确定考虑清楚了？这合同一旦解除，你不仅1分钱拿不到，我劝你最好跪下认个错，我还能赏你口饭吃。不劳王老板费心，我考虑的非常清楚。比起一辈子当个被你们踩在脚底下的厨子，我要自己闯出一番事业。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沈崇一个破厨子还想创业，废物！你被我开除了。就你除了会炒几个菜，还会干嘛呀？还想闯出一番事业，真是笑死人了！我虽然不懂如何做生意，但起码我知道怎么做人。当年陈小刀能用20块在澳门赢到2500万，今天我沈重一样可以。喂，沈师傅，我马上就到了，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周总，之前您提到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，但我也有个要求，别说1个了，就算100个我也答应。酒店的地址就定在王氏酒楼对面吧。您说定哪儿？就定在王氏酒楼的对面。谁要是敢帮沈崇，老子让他在县城混不下去！王氏酒楼的老板是吧？给我等着！你他妈吓唬谁呢？老子今天就在这等着你，有本事你他妈过来啊！江小姐，不得不承认，你找男人的眼光很不错，以为开了家饭店就觉得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人了，简直可笑。姓沈的，你不过就是个厨子，认识的人又能牛逼到哪儿去？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周昌明，青海首富周总。青海首富周总，这周总竟然会认识一个厨子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你们就是沈重请来闹事的！妈，你别乱说话，这可是周氏集团的周总。周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去路口迎接您啊。沈师傅，抱歉，我来晚了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沈师傅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沈师傅，刚才电话里说要弄死我的人是他吧？没错，要弄死周总您的就是他。沈冲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！通知施工队已经定了，就在王氏酒楼正对面。今天就给我把地皮围起来。沈师傅，你出手艺，我出钱，我给您投资5个亿开连锁酒店，以后的收益咱们5-5分。5个亿投资，利润5-5分成。沈家这小子是遇到贵人了。那个周总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小子他不过就是个厨房掌勺的臭厨师啊，哪值得您这么大费周章？厨师怎么了？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一个饭店之所以能成功，最大的功劳者就是厨师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沈师傅只是个厨子，是个臭炒菜的，可他在我这儿不一样。我愿意为了他砸几个亿投资一家酒店。谁要是敢看不起沈师傅，就是看不起我周昌明。表弟啊，我之前是跟你开玩笑的呢，自家兄弟哪有什么隔夜仇啊？那个分红的钱，我其实早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这张卡里有100万，你千万得收下，就当哥给你赔不是了。妈，你快劝劝表弟啊，咱们好歹亲戚一场。王老板，我劝你还是把这钱留着自己花吧，毕竟这新店才刚开业没多久，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呢。姓沈的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别以为有周昌明给你撑腰，我就会怕了你。就算你有钱又如何？在咱们县城这种小地方，讲的是人情，是关系，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。人脉，关系。表哥，你该不会觉得
今天坐在这家饭店里的客人都是奔着你来的吧？沈娃子说的有道理，饭店生意好坏无非靠菜品。可不是嘛，这要是把厨师换了，光靠人脉怕是支撑不了多久啊。我刚才尝了几口，沈家娃子做的这些菜是真好吃，比镇上大饭店都不差。这王家也太过分了吧！就是啊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哎呀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大断骨头连着筋。刚才你们指着鼻子欺负我妈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你儿子背着我抢我女朋友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沈冲，我替王家跟你道个歉，这总可以了吧？你别再闹了，行不行？蒋依依，你代表王家来跟我道歉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在一起8年，他向来对我百依百顺，今天竟然敢当众骂我。沈仲，你怎么能这么跟依依说话呢？姓沈的，你确定要把事情做绝是不是？你想没想过，你这么做，村子里的人会怎么看你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不在乎。王阳，从你拿钱砸向我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想好了，我们沈家没有你们这样的亲戚。这沈仲连首富都认识，王家算是踢到铁板了。王氏酒楼开业即倒闭，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。王阳，我知道你怕了，你怕好不容易得到的金钱付之东流，怕抢来的老婆离你而去，更怕以后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。你担心的所有事情都会一一灵验，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慢，沈仲，你既然认识周总这么厉害的大人物，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？你要是早说，我怎么会……你跟王阳搞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想过告诉我吗？这是8年前你送我的平安符，我一直贴身带着，现在还给你。蒋依依，祝你新婚快乐。老子就不信你一个只会炒菜的厨子能掀起什么风浪！诸位兄弟，你们要是在这儿干的不开心，可以随时来对面酒楼找我，我随时欢迎。所有人工资待遇直接翻倍，另外再给你们每个人安排住宿。冲哥，我跟你干！我也去！你们他妈的想要造反是不是？别忘了，你们可是签了劳动合同的，要是提前离开，得赔我10倍的违约金，倾家荡产你也赔不起。不就是10倍违约金吗？我替他们出了。周总，请问你有什么吩咐？华人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不接受赔偿，人我是绝不会交出去的。王老板，根据劳动法，您无权干涉员工的选择，且您签订的10倍违约金条款涉嫌霸王条款，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。表弟，我错了。王阳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要完蛋了。小沈呐，算舅妈求你了，高抬贵手，放我们王家一条生路吧。你不是喜欢这姑娘吗？舅妈做主，把她还给你，你们今天就复合。儿啊，这件事要不就算了吧，毕竟都是一个村子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，爸还在的时候，谁敢欺负咱们？今天我就要让全村人知道。意思，可是咱们沈家就咱娘俩。不用怕，咱们以后不住村子里。不住村子住哪儿？你儿子我打算在县里买套房子。儿啊，你这3年在你表哥饭店当厨师，连工资都没有，哪来的钱买房？沈妈妈，您只管待在县城，房子的事儿我来安排，就当是我入股的诚意。周总，这不行啊！您帮我们够多了，房子万万不能要。沈妈妈，您别推辞，我是一个商人，我相信自己的眼光。您的儿子沈崇将来的成就绝不会比我低。天色不早了，咱们走吧。开车！沈冲，你敢挖我的人和我作对，你给我等着！王阳，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。
妈的，沈崇这小子还真敢干，真在老子对面开饭店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黄毛，带几个兄弟去街对面的装修的工地找点乐子，把他的装修砸了，材料毁了，让他这店开不起来。沈师傅，王阳在对面砸东西撒气了，你这店开在他正对面，叫重楼石府，够狠的啊！他做初一，我做15，昨天刚拿下的门面，施工队进展顺利吗？沈总，您放心，后厨的防水和燃气管道绝对按最高标准来，保证比对面王氏酒楼高上1倍。好，后厨是饭店的根，细节必须盯紧。都他妈给我停手！这工地谁是负责人？给老子滚出来！都他妈给我停手！这工地谁是负责人？给老子滚出来！我是负责人，怎么了？在这条街上开饭店，没经过我们王哥同意，你这店就别想开。今天要么给老子拿10万块好处费，要么这工地老子给你砸个稀巴烂！妈的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王哥的人，你们敢动我，王哥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王哥，王阳，回去告诉王阳，想搞事儿让他自己来，这点小伎俩不够看的。还有。这工地他敢再来碰一下，我让他这王氏酒楼也别想开了。你给我等着！沈总，这王阳摆明了要阴我们，我要报警！有人持械闯入我的装修工地，恶意破坏财物，还敲诈捡勒索10万块，让这里有全程监控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几个保镖都搞不定。王哥，他们的保镖太能打了。儿子，别气，他沈忠也就这点本事，靠着别人撑腰算什么本事？等他店开起来，没客人，没生意，看他还怎么嚣张。王老板，今天要多少肉？还是老规矩，给你留最好的五花肉和里脊。今天不拿货，跟大家说个事儿，街对面新开的那个重楼食店，老板叫沈崇，你们都知道吧？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谁要是敢给沈崇供货，不管是肉菜、水产还是调料，那就是跟我王阳作对。以后我王氏酒楼绝对不会再从他这里拿1分钱的货。王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不给他供货。沈师傅，县城这边的供货商都被王良打过招呼了，没人敢给你供货。这小子玩下三滥手段挺熟练。意料之中，他以为掐断本地供应链就能难住我，未免太天真了。沈总，久仰久仰，我是省城冷链张成，周总交代了，以后重楼食坊的所有食材由我们冷链全程配送。辛苦张总跑一趟，麻烦你们了。沈总客气了，我们昌明冷链保证食材新鲜，当日送达，价格比本地供货商更优惠，绝对不耽误您的装修进度和开业计划。沈总您看，蔬菜基地直供，肉类是顶级冷鲜肉，水产每日鲜活直达，价格比本地批发市场低5个点，品质省内顶级，凌晨发车，6点前送达后厨。辛苦张总了，合作愉快。我的后厨只用最顶级的食材。周总，这件事儿多亏有你。沈师傅，这算什么事儿？他王阳在县城蹦跶，在我眼里就是过家家。那些和王阳合作的供货商，既然敢针对我们，就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沈总，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要是不嫌弃，我们市场里的菜您随便挑，价格按最低的给您。不必了，当初你们答应王阳不给我供货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。我的后厨不收你们的烂菜。各位，请回吧。妈的！一群见风使舵的废物，居然全要跟我解约！儿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他们都不供货了，咱们酒楼吃什么用什么呀？沈崇，他妈给我等着！老子不信，斗不过你一个臭炒菜的！刘师傅，你们跟着沈崇干图啥？我给你们3倍工资，每月有奖金，年底有分红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他沈崇的店能不能开起来还两说，我王氏酒楼可是老字号，绝对有前途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王老板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我们不会回去。3倍工资都不回？不是钱的事儿，当初跟着你，你拿我们当牲口，动不动扣工资骂脏话，出一点错就罚钱，过节连句问候都没有。就是天天逼我们用烂菜叶臭猪肉坑害顾客，我们自己都嫌丢人。沈总尊重我们手艺，拿我们当人看，就算你给我们5倍工资也不回。王良，有这功夫挖人，不如琢磨怎么把菜做好，别到最后店倒了，老婆也跟人跑。一群白眼狼，给脸不要脸！我要匿名举报重楼食行卫生不达标，消防不合格，赶紧去查封。沈崇，只要卫生局封了你的店，看你怎么跟我斗！队长，这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和卫生预案。沈总，你这装修远超县城标准，3房设施到位，分区清楚，完全是示范单位级别，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后厨，挑不出一点毛病。食品安全是底线，马虎不得。怎么没贴封条？不可能！你去看看。刚才是你举报的吧？
重楼师傅完全符合标准。另外，群众举报你王氏酒楼老鼠满地跑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这才只是开始，想玩阴的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阿姨，重楼食府后天试营业，全场8.8折，进店送招牌菜。这菜看着真香，就在王氏酒楼对面是吧？我一定去尝尝。你看看，人家还没开业就这么多人关注，当初你非要得罪沈崇，咱们酒楼以后喝西北风去啊！冲我吼什么？有本事你去找他斗啊！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不就是搞低价活动吗？他8.8折，老子直接搞9块9管饱，把客人全抢过来，让他开个空壳子。9块9，那不得亏死？亏点算什么？只要熬死他，老子再涨价赚回来，马上印海报。老板，这叫管饱，全是烂青菜，当喂猪呢，难吃死了。汤跟刷锅水一样，退钱！这是诈骗！退钱！退钱！各位，9块钱还想吃海参鲍鱼啊？能吃饱不错了，别闹事儿。呸！不要脸的奸商！王老板，光食材就亏了5000，全是来占便宜的，没回头客。网上全在骂咱们虚假宣传，口碑彻底崩盘了。不准停，继续搞，我就不信干不过沈崇。沈总，王阳那9块9管饱，快被客人骂死了，口碑稀碎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做餐饮靠的是品质，不是低价内卷的歪门邪道。为了抢客丢了品质，就是丢了餐饮的根，再也救不回来了。沈总，早听说你厨艺了得，重楼食府开业，给咱们县餐饮业添了光彩啊！多谢领导支持，我定当坚守底线，用心做菜。领导都来捧场，对面的王氏根本没法比。你跟我冲进去，就说菜里有虫，吃坏肚子，死命闹，搅黄他开业，1人500。放心吧，王哥，看我们的。沈崇，你这黑店菜里全是虫子，我兄弟吃完都住院了。今天不赔个10万8万，我让卫生局封了你！疼死我了，菜里有毒啊！你说你兄弟吃了我的菜，几点吃的？哪道菜？哪张桌子？就刚才。第一，我店10分钟前才正式上菜，大家都没动筷子，他吃空心中毒吗？第二，明厨亮灶全程监控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。3，大门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你们一群人刚才全躲在街角，连大门都没进过，怎么吃坏肚子的？你就是王氏酒楼老板，恶意竞争扰乱市场，保安把他们全给我扔出去，重点查查他的酒楼。王老板，你不是扬言让我在县城混不下去吗？再敢惹沈师傅，我让你在全省都开不了店。让大家见笑了，今天开业，全场免单，吃好喝好。唉，儿子，每天开门就赔钱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这可咋办啊？全指望下个月那几场婚宴订单回本了，只要挺过去就行。哎呦，李先生、张女士，快坐快坐。王老板，我们的婚宴不在你这儿办了，麻烦退下定金。退定金？合同都签了，你们违约啊！你还有脸提？你家菜难吃，服务差，前几天还去人家对面砸场子闹事儿，人品都有问题。我们敢把一辈子的大事交给你？想去对面办？做梦！定金1分钱都不退，想走给我滚！二位放心，婚宴交给我，我亲自掌勺，价格比对面低1成。额外赠送酒水和婚房布置。太好了，沈总，就是对面那个无赖死活不退定金。定金的事交给我，我会帮你们要回。沈崇，你这不要脸的王八蛋，敢抢老子的婚宴订单，活腻了是不是？王老板，是我们自愿换的，你家又差又不讲理，还好意思来这儿撒野？我不管，今天不把订单还我，老子就死在这儿不走了。想闹事，我不介意报警。另外，拒退定金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，市场监管局应该对你这种老赖很感兴趣。你给我等着！妈的，沈崇那破菜就那么好吃，
给我狠狠黑！王老板放心，20多个自媒体账号齐发，就说他菜里有蟑螂，用地沟油还宰客，3天内保证他口碑烂透。好，只要干死他，钱不是问题，我要让他臭名远扬。搞这种下三滥有用吗？人家现在生意火爆，靠几条假炮能扳倒？你懂个屁！现在的人吃饭全看网上评价，名声一丑谁还敢去？给我使劲刷！沈总，你看这群水军太过分了，全在造谣咱们用地沟油，好多顾客打电话来问，肯定是王阳干的。毫无疑问是他。既然他想玩阴的，我就让他死得明明白白。咱们赶紧澄清啊！澄清没用，要反杀。第一，把后厨食材入库到初3的全程监控，1秒不减发上网。第二，公开所有食材的质检报告。第三，即日起开放后厨，顾客随时进来参观。太绝了，我立刻去办。慢着，周董的黑客已经查到王阳买水军的银行转账记录，把铁证一起放出去，给他送个热搜。这样不可能，全网都在骂我。你彻底没救了。你疯了，跑到沈仲的店里来吃饭，要是被认出来了，多丢人啊！丢什么人？我不亲自来尝尝，怎么知道他的菜到底是怎么做的？我就不信他能做出来的菜，我做不出来。这火候，这调味，怎么吃不出用料？别费劲了。沈城做了10几年厨师，手艺是祖传的，你以为尝一口就能学会？闭嘴！我就不信了，他能学会的，我凭什么学不会？走，回去复刻。那不是对面王氏酒楼的老板王阳吗？笑死，自己没本事，跑到人家店里偷师，难怪生意做不下去。王阳，我的菜可不是那么容易偷师的。哈哈哈，看着一模一样，我就说没有我学不会的。沈仲，你跟我斗还嫩了点儿。老板，你这菜你想说什么？难道我还比不过沈仲那个破厨子？我操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！甜的齁死人，肉都没炖烂，跟胶皮一样。这鱼炸的都糊了，又苦又腥，这也叫复刻，简直是东施宝品，太难吃了。各位，这是新口味，兄弟们看好了，王氏酒楼偷师翻车，菜难吃的要死还敢卖钱，退款，必须退款。沈仲，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斗得过你？王老板，这个月亏损18万，账上流动资金不到5万，下个月房租工资发不出来了。18万，怎么会亏这么多？儿子，别搞活动了，再搞家底儿都要赔光。不搞怎么跟沈冲抢客人？对面天天爆满，不搞价格战就是死。王阳，你醒醒吧，人家沈仲靠的是品质，你菜难吃留不住人，再亏下去婚房都要赔进去。你懂个屁！你要不想待就滚。活动继续，加上充值100送100，我就不信抢不过沈仲。沈总，王阳疯了吧？全场5折酒水免费，纯亏本啊！狗急跳墙罢了，低价吸引来的不是精准客户。沈老弟，高明，对面亏得底朝天，你这会员费光今天就收了上百万，高下立判啊！餐饮做的是口碑，不是赔本赚吆喝。全完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王老板，你欠了我们快半个月工资，上个月奖金也没发，再不发钱，我们就去劳动局告你。你天天搞亏本活动，亏了钱拿我们撒气，我们也要养家糊口，今天必须结清。各位大爷，再宽限我几天，我王阳就算砸锅卖铁，也绝不欠大家1分钱。宽限？你上个月就这么说的，你这破店迟早倒闭，我不干了！哼！工资局给钱！爷，你们走了酒楼怎么办？工资我马上想办法。晚了，我们就算去对面洗盘子，也不收你这鸟气儿。走。沈总，对面那帮兄弟辞职了，都在门外站呢。沈总，
我们从王氏辞职了。之前您挖我们鬼迷心窍没来，现在您这还招人吗？我们什么苦都能吃。我这里还招人，但丑话说在前面，来我这儿必须坚守食品安全底线，绝不能有半点马虎。工资待遇和老员工一样，包吃包住，多劳多得，绝不拖欠你们1分钱。你收拾东西干什么？想跑？酒楼遇到点困难，你就要拍屁股走人？你个见钱眼开的贱货！我见钱眼开，我陪了他3年，现在酒楼倒了，他天天喝酒发疯，还打我，这日子我没法过了。你是不是早就想分手了？看沈冲有钱了，想回去找他。真不要脸！当初是你克扣沈冲分红逼走他，现在你是个倾家荡产，把责任推到我头上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敢骂我儿子？看我不撕了你的烂嘴！你敢打我妈？我们阳了，这婚我不结了。等我赚了钱，就回来娶你。沈冲，把门看好，别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。是，沈总。蒋依依，你这个贱人！沈重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小王，想清楚了，50万，9出13回，1个月内连本带利还65万，还不上，你那套婚房可就归我了。借，只要让我重新装修翻盘，我肯定还得上。各位，对面王阳借了高利贷重新开业，他想靠高端翻盘，那我们就让他一桌客人都接不到。第一，推出15元平民套上班族。第二，新增早餐和夜宵大排，营业到凌晨2点。第三，全面接手各大工地食堂和企业团餐，我要让整个县城全是重楼师傅的客人。餐饮不是靠装修唬人的，准备迎战，给他最后一击。全完了，大厨做的菜没人吃，婚宴没人订，50完全打水漂了。王老板，半个月没见，怎么这么拉垮呀？借款到期了，65万，拿钱！拿不出钱，老子今天就收了你的房子，扒了你的皮！感谢各位莅临重楼食房3个月店庆，下面有请沈总致辞。这女的谁啊？怎么这个时候跑出来？这不是当初骂沈总是臭炒菜的那个前女友吗？沈冲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当初瞎了眼才会跟王在一起。这3个月我每天都在后悔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8年的感情不是说忘就能忘的，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。蒋依依，你错了，我心里早就没有你了。姓沈的，你不过就是个臭炒菜的，摆张臭脸给谁看呢？你一个臭炒菜的，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不成？当初你伙同王阳拿1万块钱砸我脸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我们有8年感情？我一无所有是你弃我而去，现在我出现了，你想重新开始？这世上没这么好的事儿。太不要脸了吧！看人家发财了，又回来倒贴。保安，把这位女士请出去，以后重楼食府不准她踏入半步。沈师傅干得漂亮，拎得清放得下，是成大事的人。沈总，蒋依依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快点，还他妈叫唤，赶紧带路去你那破酒楼拿钱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肯原谅我？王阳，65万，今天之内必须还上，不然你这酒楼还有你那套婚房可就都归我了。龙哥，再宽限我几天，就几天，我肯定能凑齐。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！求求你了，这货我们砸锅卖铁也还你！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没吃我砸，把值钱的都搬走。这点破铜烂铁也就抵个几万块，剩下的钱3天之内必须还上，不然就拿你那套婚房抵命。那么嚣张欺负沈总，现在报应来了吧？听说连婚房都要保不住了，真是自作自受。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楼塌了。沈总，好消息，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突破200万了，好多市里的大老板都主动跑来找咱们谈加盟。加盟的事先不急，咱们先把品质守住，口碑做好，再谈扩张的事儿。沈师傅，恭喜啊！开业3个月就破200万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对面的王氏酒楼彻底倒闭了，王阳欠了高利贷，听说连房子都保不住了，真是让人唏嘘。意料之中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明白，
开饭店靠的是踏实做好菜，把客人服务好，而不是弯今天这一步。他走到今天自己选的。王阳，就算你开100家酒楼，没有本心注定会倒闭，落得这个下场是你咎由自取。沈总，表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吧，求你借我点钱付我妈的医药费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小山表弟，是舅妈错了，当初我不该那么对你，求你发发慈悲帮帮我们吧，再这样下去我们活不下去了。王阳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完蛋。当初你当着全村人的面，用1万块钱砸我脸上羞辱我的时候，你想过有今天吗？你抢走我8年的女朋友，带着她骂我是臭炒菜的，羞辱我妈的时候，你想过今天吗？你一次次搞阴招想搞垮我的时候，你想过今天吗？沈总，求你原谅我。王阳，当初你用这1万块砸在我脸上，说是给我的分红，现在我把这1万块钱还给你。我不是可怜你，也不是原谅你，我只是要让你知道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曾经看不起的臭炒菜的，现在站在你永远达不到的高度。拿着钱滚，别影响我做生意，我们的恩怨彻底了清。儿啊，妈真没想到你能有今天。当初你受那么多委屈，妈都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现在你出息了，你爸在天有灵也能安息了。妈，以前是我没能力保护好你，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一切恩怨皆成过往，善恶终有报。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绝了！沈师傅，你的手艺在县城屈才了。我在京海有家顶级餐厅望海阁，缺个镇场子的行政总厨，跟我去京海，咱们把酒店的盘子做大做强。县城水太浅，才是证明自己厨艺的真正战场。好，安顿好我妈，明天就跟您走。这位就是新来的行政总厨，听说是个县城炒菜的，让他掌勺，不怕砸了周总的招牌。在后厨能让人闭嘴的只有手里的真功夫。今晚有规格极高的外星宴席，这压轴的海皇极品汤就由您亲自操刀了，请吧。哎呀，供货商出问题了！您从小地方来，处理这种接地气的食材应该很拿手吧？外宾马上入座了，您快大展神威啊！把这堆臭烂虾扔了。扔了！外宾点名要海鲜汤，你拿什么做？拿水煮吗？对，就拿水煮。拿水煮？外宾要是喝了一嘴白开水，你担得起吗？烧油。这刀工怎么可能？古法吊汤靠的是对火候和香气配比的绝对掌控。这什么味道？怎么会这么香？这廉价的葱姜蒜竟散发出比极品海鲜还要纯粹的浓郁鲜香。姜有什么用？海鲜汤里没海鲜，外宾绝对大发雷霆。这是什么？连一块海鲜肉都没有 ，Amazing， 太美味了！沈总厨，外宾全喝光了，还连连夸赞。在我的后厨少耍这种小聪明，再有下次，滚出去的就不是烂虾，而是你。是，沈总厨不好了，鼎石集团少东家赵婷派人来闹事，他们扬言做不出来，就当众把望海阁的百年牌匾摘了劈掉。赵婷，看来敌人终于露出了獠牙。你就是那泥腿子总厨。赵少说了，今天这九转玲珑若是端不出来，望海阁趁早关门大吉。九转玲珑肉是吧？半小时，如果做不出来，我亲自把望海阁的牌匾摘下来劈了。哈哈哈，有种！但如果我做出来，你们3个今天就把这青花瓷碗嚼碎了咽下去。行，老子倒要看看你变什么戏法。五花肉、冰糖、桂皮、八角、陈皮，拿来。真正的九转玲珑肉讲究的是9重火候极致交替，逼出油腻，只留水晶口感和复合气香。时间到。这味道，尝尝吧。吃完了准备吞完。好喝，太好吃了！老子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。吃完了，现在该兑现承诺，是自己把碗嚼了，还是我帮你？你等着，我们走。
周总、沈总厨，大事不好了！咱们预定的顶级海鲜、进口和牛全被取消订单了，怎么回事？是鼎石集团少东家赵婷，他动用庞大资本买断了近海所有高端食材渠道。赵婷放了死令，谁敢卖给我海哥一片鲍鱼，就是跟鼎石作对。高端餐饮拼的就是顶级食材，我就是保底通信，要比我们关门拔旗啊！周总，要不我去找赵少服个软吧？放屁！高端餐饮什么时候变成了纸人食材的暴发户？既然赵婷想玩釜底抽薪，我们就来个破釜沉舟。谁规定顶级宴席必须用名贵海鲜？您的意思是，既然买不到一根顶级海鲜，那我就去农贸市场买2斤猪大肠。我倒要看是它的臭嘴硬，还是我手里的菜刀厉害。疯了！你给非富即贵的贵宾吃几10块钱的猪大肠，这不是把望海阁的百年招牌放在地上踩吗？他这是要带着我们一起死啊！那各位有何高见？去向赵婷下跪磕头，还是现在就把牌匾摘了当柴烧？都给我闭嘴！既然我把后厨交给沈筹，用什么食材就是他说了，我全力配合。我什么都不需要，给我派一辆货车就行。老板，这堆大肠怎么卖？都是饭店不要的边角料，全包50拿走。成交。这些野菜虽然低贱，但只要辅以极致火候，其独特的复合香气绝不亚于百年野山参。太臭了！沈总厨，您该不会真要用这些垃圾招待明晚的贵宾吧？垃圾，在没有真本事的厨子眼里，他们是垃圾；但在我沈筹手里，他们就是斩断资本封锁的利刃。通知前厅，望海阁闭门谢客3天，所有后厨人员全部留下。我要进行一场颠覆整个京海餐饮界的菜品革命，让赵廷战睁大狗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级美味。这到底是什么神仙香气？那明明是一堆散发恶臭的猪大肠啊！怎么现在全变成了浓郁的油脂香？草木灰古法揉搓，加上13道秘制香料反复卤煮，腥臭自然荡然无存。赵婷想断我的食材，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。起锅上菜，沈总厨疯了吗？没有爆参翅鱼，全特么是猪下水、牛杂和野菜，拿几10块的猪大肠来糊弄我们这些身价过亿的人，岂有此理！听说鼎石集团断了他们的高端海鲜，我看望海堂是穷途末路了，老子现在就走，真当我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诸位，且慢，这道九转还魂肠，请品鉴。这股霸道至极的奇香，这真的是下水能发出的味道。尝尝看。外皮被高温炸得极其酥脆，内里却保留着极致的软糯丰美。一口咬下去，醇厚的油脂混合着10几种香料的层次感，在舌尖轰然爆裂，绝了！咽下后，竟还带着一丝本地野菜的清甜回甘，没有丝毫脏气味。吃了半辈子山珍海味，全加起来都不如这一口接地气的烟火味儿。降维打击，这绝对是对昂贵山珍的降维打击。赵婷的封锁不过是个笑话。废物，全是一群废物！我花那么多钱买断整个京海的高端食材，结果你们告诉我，他姓沈的靠几副猪下水就把盘子全接住了。少东家，沈中的手艺实在太邪门了，连咱们的老主顾都跑去排队尝鲜。我不想听借口。既然正道弄不死他，那就别怪我下死手了。立刻给我联系道上那帮人，顺便砸钱雇水军，不要望海台今天就身败名裂。沈重，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抹黑。赵婷那小兔崽子急眼了，我立刻通知公关部和法务团队，把热搜全部撤下去。周总，不急，网上的脏水只是一阵风。赵婷既然花了这么大价钱，绝不可能只在键盘上做文章，真正的杀招恐怕已经到门口。操你妈的望海阁！你们给老子吃的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回事？看死我了！报警！快报警啊！大家看啊，都他妈看清楚这是什么！死老鼠，是死老鼠！天哪！我刚才喝了这锅汤。网上的爆料居然是真的，他们真的是在用变质的垃圾和死老鼠做菜！我的天哪，太恶心了！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们天天排队来吃的什么狗屁神级菜单，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的黑店！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望海阁吃出死老鼠了！现场直播啊，大家赶紧截图转发，让所有人都看看。大家都拿手机录下来发到网上去，看看这背地恶心的勾当，揭穿这帮无良资本家的真面目，不能让他们继续害人了。各位请冷静，不要拍照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大家先回到座位上。误会？
你他妈眼瞎吗？老鼠都在这躺着了，你跟我说是误会？今天不赔个180万的医药费和精神审计费，老子把这破店砸个稀巴烂，谁也别想拦我！退钱，马上给我们退钱，我们要去医院洗胃检查。以后倒贴钱我都不会再踏进这门半步，简直丧尽天良。赵少交代的任务太简单了，这下望海庚不死也要脱层皮，彻底身败名裂。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望海庚一草一木。把大门落锁，今天这事查不清楚，谁也不许踏出望海阁半步。是沈总厨。你他妈吓唬谁呢？吃出死老鼠还有理了？你这是非法拘禁，老子要报警抓你！放开老子！打人了！望海阁杀人灭口了！大家快拍下来！各位，麻烦把镜头拉近一点，拍清楚些。大家看清楚，大家知道。可大家看看这只老鼠，它的皮毛没有丝毫褪色，内脏不仅没有半点熟透的痕象，连凝血都还是新鲜的。这说明你们熬汤根本就不上心，说不定是刚掉进去的。刚掉进去。汤锅的温度高达100摄氏度，一只活老鼠掉进去挣扎，必定会烫掉大片毛发，甚至在肺里吸入大量滚烫的汤汁。但这只老鼠肺部干瘪，身上毛发完好无损，这分明是死后被人故意扔进已经盛好的砂锅里。请问，他是怎么做到在沸水里煮了2个小时，还能保持这副7分熟的模样的？他成精了吗？还想狡辩吗？连造假都不肯下血本，就这点三脚猫的能耐也敢来望海阁碰瓷？原来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，太卑鄙了！我差点就被带节奏了，这帮人简直是社会的败类，赶紧报警抓他们！拦住他！不关我的事儿，我只是凑热闹的。把他们全部扭送警局，告诉警方，望海庭要控告他们敲诈勒索、寻衅滋事，外加破坏企业名誉。沈总厨，饶了我吧，我都是受人指使的。闭嘴！留着你的话去跟警察说吧。干得漂亮！兵不血刃就破了赵婷的阴招，立刻提取大唐的高清监控录像，连夜起草律师函，把网上那些造谣的营销号和水军公司全部告上法庭。明白，周总，我们要让他们赔得倾家荡产。赵婷既然玩阴的，咱们就陪他玩到底。周总，借此机会把这件事的热度炒到最大，我要让整个金山市都知道鼎石集团是靠什么下作手段打压对手。好，我周某人最喜欢打这种翻身仗。赵家父子这次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废物，连个乡下厨子都收拾不了，反被人家把供词和转账记录捅给了媒体，我照出来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爸，是那个沈总太狡猾了，还有周昌明那个老狐狸保他，他们用舆论压我们，现在各大门店客流量暴跌啊！周昌明想借舆论踩着我们上位，做梦！望海阁的核心团队难道全是铁板一块？爸，我明白了，望海阁的副厨刘全是个贪财好色的软骨子，我这就去用重金砸开他的嘴。3号桌的红烧肉控火，6号桌的清蒸鱼出锅，别老火了。是，沈总厨。沈冲，别怪我无情，赵少爷可是许诺了鼎石集团行政总厨的位置和50万现金。刘副厨，你的火候过了。是，我这就调小。这活没法干了，沈冲，你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土小厨子，凭什么在后厨搞独裁？刘全，你发什么疯？望海阁待你不薄。我堂堂青海本地名厨，要给一个小厨子打下手。今天不仅我走，后厨的核心骨干我都带走。沈冲，没了我们，我看你这望海阁明天怎么开业？走可以，把偷拍的配方视频删了。你血口喷人，什么配方？兄弟们，我们走。沈老弟，我这就派人拦住他们。周总，让他走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有人赶着去送死，我们又何必来？各位媒体朋友，今天我宣布，鼎石旗下所有门店同步推出这款绝世佳肴，并且为了回馈京海市民，直接降价30%。赵少，这道菜据传与望海阁的招牌菜高度相似，是否存在抄袭？各位，我就是望海阁前副厨刘全，这道菜根本就是我祖传的秘方，是那个无耻的沈冲利用总厨职权强行霸占了我的心血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才投奔了深明大义的赵少。刘师傅放心，鼎石集团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绝不让那些黑心餐厅一手遮天。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让他瞪着点。欺人太甚，偷了我们的东西还反咬一口。周总，出大事了！因为鼎石降价30%，加上网上的抹黑新闻，我们今天晚上的包间退订率高达80%，大堂连一桌客人都没坐满。周总，消消气，尝尝今年的新茶。沈老弟啊，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心思喝茶？秘方都被他们拿去大批量投产了。周总，你可知药膳讲究相生相克？什么意思？他们以为偷走的是摇钱树，其实那是能让他们万劫不复的催命符。我们就让子弹飞一会儿。绝了！这味道跟望海阁一模一样，价格却便宜这么多。以后谁还去望海阁当冤大头啊？刘全，干得漂亮！
今天的营业额直接翻了3倍。沈仲那个泥腿子，现在估计正在后厨里哭呢。都是赵少同福齐天，那沈仲算个什么东西？在您面前连提鞋都不配。医生，快救救我老公啊！他晚上刚吃完饭就这样了。快，手术危机！病人晚上到底吃了什么？就去了鼎石集团新开的旗舰店，吃了那个爆火的秘制神仙堡。张主任，刚刚急救中心通知，全市各大医院送来上百名急性肠胃的门店点过同一道菜。这是特大集体食物中毒事件，立刻上报市卫生局。黑心资本还我命来！今日六市躺在不是是鼎石的小东家，打这个奸商！奉市局命令，鼎石集团涉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，旗下所有涉事门店即刻查封。赵少饶命！赵少饶命啊！你这个蠢猪，你给我的到底是什么狗屁配方？一夜之间上百人洗胃，鼎石的股票今天开盘直接跌停，你把我害死了！冤枉啊，赵少师，我真的是1比1照着沈虫的配方抄的，连几颗盐都没差呀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毒药啊！彻底完了！沈仲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据本台最新消息，鼎石集团特大食物中毒事件已立案调查。沈老弟，我周某人在商场摸爬滚打几10年，自诩见过不少大风大浪，但像你这样不费一兵一卒，单凭一道菜的配方暗门，就让京海第一餐饮巨头半壁江倒塌的手段，我今天是彻底服了。周总过奖了，那道神仙堡里的几味主料本就稀罕，若没有我独门秘制的暖胃药材中和，吃下去必定寒气攻心，引发急性肠胃炎。鼎石既然喜欢偷，那就得做好被偷来东西反噬的责任。周总，沈总厨，外面疯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那些原本在鼎石预定了宴席的客人，现在全都跑来我们望海阁转订了。大家都传沈总厨的手艺有起死回生的药功效，现在楼下排队的客人已经排到了3条街外，咱们今天的营业额要翻10倍不止！太好了！传我命令，今天所有员工奖金翻倍！沈神厨牛逼！望海阁才是真正的业界良心。望海阁成了京海第一世家，但这只是我成功之路的开始。我的目标是食神。林老您好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，多谢林老告知。沈老弟，真正决定京海餐饮界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。刚才国宴泰斗林老亲自打来电话，京海市最高规格赛事食神争霸赛明天正式宣布启动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厨艺比赛，市里已经下达文件，本届赛事的总冠军不仅将获得京海食神的终生荣誉，其所在的餐厅将直接被官方钦定为未来5年所有最高级别外事接待的唯一指定餐厅。这是我一战成名的机会。沈师傅，这是一张决定生死的免死金牌，我要将整个望海阁全权托付给你备战。我们需要这个冠军，彻底把鼎石集团踩在脚下，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。儿子，去了城里，一定要换出个人样来。这一次我要向所有人证明，我不比任何人差。食神的位置我拿定了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真正的厨道绝不是靠阴谋诡计和资本掠夺就能践踏的。我错了。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，竟然把你逼到了这步田地。爸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留了后手。看来这所谓的食神争霸赛，是不打算给我们赵家留活路了。既然他敬酒不吃，那就让他尝尝资本真正的铁腕。我要让他连走上财场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就是沈仲，乳臭未干。你就是赵婷的爹，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油嘴滑舌。坐。沈师傅年少有为，这几个月在京海可是出尽了风头。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在你手上吃了大亏，连集团的元气都被你伤了。按理说，我该要你的命。赵总有话就直说吧，没必要弯弯绕绕。赵某人最爱惜人才，你那一手出神入化的厨艺，留在周昌明那个门外汉手里，实在太屈才。只要你签个字，明天一早对外宣布退出食神争霸赛，带着你的团队和所有核心配方并入我鼎石集团，这1000万现金，还有这辈子都花不完的股份分红，全是你的。我要是拒绝，年轻人，骨气不能当饭吃，一个人在县城住着。再说，你老母亲杨春花，万一哪天磕着碰着，或者出了什么意外，你远在京海，可是鞭长莫及啊！你要是觉得我一个厨子好欺负，你可以试试
赵董，你儿子是个废物，看来你这当老子的也高明不到哪里去。放肆！怎么跟赵董说话的？你们父子俩是不是都觉得有钱就能买断别人的骨头？好得很。沈冲，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的手艺绝不卖给一个毫无底线、没有出德的黑心企业。你想让我退出食神争霸赛，做梦去吧！不知死活的臭厨师！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，马上通知下去，在食神海选赛上给我往死里整！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连个颠勺的地方都没有。是，赵董。各位选手请注意，本主如下：由统一随机分配食材盲盒，选手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利用盲盒内的指定食材完成一道菜品。由10位专业评委现场品鉴打分，分数达标者方可晋级正赛。竟然是盲盒，万一抽到自己根本不擅长的食材，那就全完了。这简直是考验真正的随机应变能力，拼人品的时候到了。哟，这不是最近风头正盛，在京海叱咤风云的望海阁沈大厨吗？我操！大家快看他的箱子，竟然是一块雪花纹理堪称完美的顶级 M9级澳洲和牛。不仅如此，旁边还躺着一条刚刚宰杀、鲜血透亮的深海野生东星盘。哇，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！开局就是这种极品食材，这简直就是保送正赛啊！哪怕是个学徒，用这和牛随便煎一下也能拿高分。沈大厨，听说你最近挺狂啊，连我们鼎石集团都不放在眼里。不知道你这尊大佛的盲盒里能开出什么绝世好宝贝？赶紧打开，让咱们这些凡人长长见识呗！看来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沈重啊，沈重，你真以为凭一手厨艺就能在京海横着走？今天我就让你明白，没有昂贵食材撑场面，再好的手艺也只是空谈。我倒要看看你用2块钱1斤的白菜，3块钱1块的豆腐，怎么当着全省媒体的面拿冠军。这是忘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沈大厨，我还以为你能开出什么宝贝呢！快让大伙看看，你这盲盒里就俩破玩意儿啊！我当是什么好东西呢？别人开的都是龙虾鲍鱼、鱼子酱松露，他这倒好，加起来5块钱都花不快。堂堂望海阁总厨，居然抽到了连路边摊都懒得用的东西。沈大厨，你打算给评委们做个清水煮白菜白蘸豆腐吗？这菜我3岁的侄子都会做。沈大厨的食材居然是白菜豆腐，这是有黑幕啊！沈大厨这是得罪资本了，他这次输定了。就这食材，就算他手艺再好，能做出什么花样？今天的冠军肯定是赵少的人了。是啊，白菜豆腐再怎么做也比不过山珍海味。食材的好坏，并不能评判厨艺的高低。厨艺最重要的是用心。大家快看啊！这小子居然来真的！他该不会以为自己能把这2块钱1块的破豆腐切出花来吧？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豆腐，就算切成花也是寡淡无味。他这是在做垂死挣扎，放弃吧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就是人家用龙虾鲍鱼，他用白菜豆腐，这比赛还用比吗？直接认输得了。这不可能！闭眼切豆腐，而且这刀速，他是怪物吗？这是传说中的神级刀工，把一块普通豆腐切成细如牛毛的丝，一刀不断，这需要何等恐怖的空刀能力！我刚才还在嘲笑他，原来小丑是我自己，太惊人了！这刀工绝对是国宴级别的。可就算刀工再好，白菜豆腐就是白菜豆腐，怎么跟山珍海味比啊？不一定，你看他的手法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切豆腐，他是在重塑食材的口感。顶级食材算什么？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厨道。能把山珍海味做好不算本事，能把最普通的白菜豆腐做到极致，才是厨道的真谛。沈大厨，这可是100年难遇的极品啊！就算你刀工再好，难道还能把白菜煮豆腐味道做出花来吗？就这清汤寡水的也想晋级？赶紧退赛，滚回家种地吧！沈重，看你还怎么狂！我要让你连挣扎的资格都没有。
盲切菊花豆腐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香味儿？沈重，你还真是命硬，装神弄鬼，我倒要看看能有多好喝。这实在是太好喝了，虽然味道尚可，但你竟然用的食材只是普通的白菜和豆腐。白菜炖豆腐太过简单，做出这种菜品对食神大赛来说简直是侮辱！我宣布，你的作品不及格。放屁！林老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倒要看看他的菜凭什么不合格。好一个化腐朽为神奇！极品的清汤寡水，靠的是极致的火候与失传的古法吊汤功夫，能把清汤寡水的白菜炖豆腐做成这等直击灵魂的国宴级水准，这是百年难遇的厨道天才。林老过奖了。至于你刘长贵，你一句轻飘飘的不及格，简直是瞎了你的狗眼，败坏我静海餐饮界的规矩。林老，我错了，我让他滚！年轻人，这道菜老朽给你满分，你直接晋级正赛。废物！刘长构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废物！目标叫沈重，我要你们在明天半决赛前彻底废掉他那只颠勺拿刀的右手，切记，只要手断了就行。事成之后，我再加100万，连夜安排偷渡船送你们出城。赵公子放心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没想到妈这么快就给我寄来了自己晒的梅干菜，我好久没吃到这个味道了。小子，有人花大价钱买你这只颠勺的右手，识相的自己把右手伸出来，老子给你个痛快，免得多受皮肉之苦。就凭你们几个，也配买我的手？找死！给我废了他！我砸碎他怀里那个破罐子！还好，妈寄来的这坛梅干菜没事儿。距离食神争霸赛的半决赛开场，只剩下不到10个小时了。赵婷，你以为打断我一只手我就没法比赛了吗？各位观众，备受瞩目的青海食神争霸赛半决赛即将开始。怎么回事？青海食神的右手废了？这还怎么比？半决赛的对手可是鼎氏集团重金挖来的爆炒天王啊！今天把你尹辽的尊严踩进泥里。甄主厨，看你这模样，怕是连切根黄瓜都费劲吧？不如咱们今天就比点实在的，最考验腕力和火候的火爆双退，敢不敢？胡闹！火爆双骄对翻勺频率要求近乎变态，这简直是明晃晃往伤口上撒盐。好，就比火爆双骄。他放弃了，他连锅都拿不起来。这怎么可能？左手颠勺，好一个绝地反击，脆嫩爽口，宁折不弯，满分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，连个废了手的残废都赢不了。既然赛场上弄不死你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老黑，去县城找到沈崇那个乡下老娘，无论死活，我要她在总决赛开场前出现在我的地下室里。都给老子手脚麻利点！赵董说了，不管死活，直接套麻袋带走。老大放心，一个乡老太婆而已。
什么情况？啊！我的手断了！周总，老鼠抓到了，老太太毫发无损，睡得正香。沈老弟，赵家动手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老太太安然无恙，那几个杂碎连院门都没碰到，已经被全部按下来。龙有逆鳞，触之必死。赵东升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动我妈。老黑，事情办妥了，人绑到了吗？赵东来，派那几条连院门都进不去的废狗去碰我妈。你活到这把岁数，就剩这点下作的能耐了。沈师傅这大半夜的，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你不需要明白，你只需要听好。我打这个电话只为通知你2件事：第一，明天的决赛我会把赵婷和你赵家引为傲的招牌当众踩进泥里；第二，从明天日落开始，京海市再也没有鼎石集团这4个字。数字狂妄！你以为你是谁？敢跟我？为什么有一种让人骨头缝里都发寒的压迫感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说得好，他赵东来真当老子是个摆设，敢动我兄弟的家人，老子要他整个赵家陪葬！给我接通所有操盘手，现在立刻！周总，现在是凌晨，100亿资金一旦全出，风险极大。按我说的做。出了事我顶着，立刻调集集团账面上所有的100亿流动资金。我要在明天股市开盘的半小时内彻底做空绞杀鼎石集团，我要让他们连块遮羞布都剩不下。各位观众，这是平民与资本的终极对决，京海食神争霸赛总决赛正式开始，有请鼎石集团少东家赵婷。我的天，那是极品长白山雪蛤！快看那个100年野山参，还有脸盆大小的澳洲黑豹和特级金钩鱼翅！今天我要复刻鼎石集团重金买下的宫廷绝密御膳龙凤呈祥。小玛瑙，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用金钱和稀世珍宝堆砌起来的，才是京海餐饮界的天花板。疯了吗？总决赛拿猪肉和别人的极品鱼翅比，那不是平常菜市场10几块1斤的五花肉吗？这可是决定命运的食神争霸赛啊！沈崇，你是被我吓破了胆，准备做一锅大锅饭直接认输了吗？我要做一道改良版的外婆红烧肉配手工面。比赛倒计时开始。让你们这群乡巴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极致的奢靡。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去伪存真，才是楚道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距离比赛结束还剩最后5分钟。赢定了！时间到。这味道像极了我妈过年给我炖的肉。我想家了，妈妈，我想妈妈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厨道初心呐！这才是厨艺的巅峰，这冠军奖杯非我莫属。
技法繁复，食材顶级，但刻意堆砌，如同暴发户炫富，全无灵魂。林老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可是汇聚了天下奇珍的极品，不容置疑。上沈重的菜。肥而不腻的口感，这在舌尖化开的不仅仅是肉香，更是一股直击灵魂深处的乡愁，不掺杂任何功利与铜臭的纯真味道。我想起了我早逝的母亲，这是妈妈的味道。这才是真正的厨道。沈冲，满分！满分！恭喜沈冲夺得本次食神争霸赛总冠军，获封京海食神。绝对不可能！黑幕，你们都被他收买了！一块破猪肉怎么可能赢我的极品海参的黑幕？放开我！我是鼎石集团的少东家！你们这群混蛋！赵少爷回来了，别让他跑了，还钱！滚开！别碰我！保安！保安！沈爷，沈祖宗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们赵家最后一条生路吧。我爸还在 ICU 抢救，只要您肯网开一面，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，我把鼎石剩下的股份全给您。沈冲，沈爷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赵婷。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下跪磕头，表现得足够可怜，别人就理所应当要放过你？当初你们买通杀手想废我右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放我一马？你们派人去县城想绑架我妈的时候，又可曾有过一丝怜悯？我被猪油蒙了心。我曾经说过，欺负我沈家人会是什么后果？原谅你们那是上帝的事，而我沈冲只负责一件事，把所有敢跨越底线的人亲手送下地狱。不，沈冲，你不能这么绝，你不能好死啊！啧啧，这么大的鼎石集团说倒就倒了。听说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赵家父子这回是彻底栽了。鼎石集团于今日正式宣告破产清算，其董事长赵龙飞纷纷名下所有资产已被法院冻结。病人脑血管再次破裂，准备抢救。赵婷，关于你涉嫌商业欺诈、雇凶伤人等多项指控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全完了，沈冲，你够狠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把你的罪行老老实实交代清楚。我输了，我输给了一个臭厨子。事情都办妥了，赵家父子这辈子别想翻身了。你真的打算回这小县城？京海市可是有大把的钞票等着你赚。周董，京海的繁华不是我的归宿，我的根在这里，我妈也在这里。我答应过她，要风风光光的回来。好，重情重义，这才是我周昌明看中的兄弟。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开口。周氏资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谢谢。妈，我回来了。